新加坡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城邦国家，这个面积728平方公里，只有600万人口的袖珍小国，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 GDP 高达10万美元。自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从建国之初的穷困潦倒中，依靠着优秀的国际贸易和人力资源操作，迅速转变成为富裕的亚洲4小龙之一，是目前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新加坡在经济、社会和国民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起来，是相对优秀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处于不一样的水平。这样一个优秀的国家，大家可能认为他们独立时情况是这样的。Merdeka! Merdeka! Merdeka! 但事实上，当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宣布独立时，他们的情况却是这样的。People connected by geography, economics, and ties of kinship. 1965年8月9日，对于早期的新加坡人来说，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独立对他们来说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情况。独立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个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独立对他们来说甚至是一种耻辱，因为新加坡是一个被开除的国家，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弃子，而这个把新加坡开除的国家就是他们的邻国马来西亚。究竟新加坡是如何独立的？为何他们是被迫独立，而不是自己争取独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又有什么恩恩怨怨呢？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走入时光隧道，去一步步的了解新加坡的独立历史。时至今日，东南亚一带的华文媒体依旧习惯将现在的马来西亚联邦简称为大马。虽然按幅员人口论，马来西亚当不起这个大字，但这个称谓却是承载着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历史。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非殖民化的浪潮中，英国选择从东南亚撤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开始把马来半岛上2战前分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行政管理权集中起来，组成马来亚联邦。经过12年的非殖民化进程后，最终在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宣告独立。而作为英国在东南亚重心据点的新加坡，则没有跟随马来亚一起独立。他们从战前的海峡殖民地被划分出来，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并逐渐实现了内部自治。1959年1月1日，在大卫马绍尔、李光耀、吴庆瑞等新加坡政党领袖的带领下，新加坡成功从英国人手中取得了完全的自治权利。从此开始，饱经苦难的新加坡终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时代。但取得自治后，总理李光耀却发现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新加坡取得自治之后的发展也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首先，战后的英国实力大减，对于众多殖民地的管辖已是有心无力。随着新加坡国内自治权力的逐步扩大，当时的新加坡政府已经看出了英国人准备撤出新加坡的意图。那么一旦英国彻底撤出了新加坡的话，新加坡又该如何自处呢？新加坡只是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屿城市，人口也非常稀少。若只凭着自身的力量，恐怕在未来连国家的安全和生存都难以保障。仅就生存方面而言，新加坡国内资源非常有限，尤其是淡水资源更是紧缺。单靠本身的淡水资源根本无法满足人民的日常需要。在面临各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李光耀把目光投向了对岸马来亚。李光耀深知，与马来亚合并组成一个强大的联邦国家，才能让新加坡这个狭小的岛屿城市取得长远的发展。
新加坡与马来亚之间仅隔着柔佛海峡，两地在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天然的整体。尽管二战后新马两地被英国政府分割为2个独立的政治单元来管理，但两地依然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新马合并计划的提出后，虽然有人会认为这将抹杀了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的独特优势，但对于两地政府而言，合并无疑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做法。对于新加坡而言，新马两地的政治合并将有利于在两地之间建立一个单一的共同市场，使用共同的货币，共享资源。这对于自然资源匮乏的新加坡来说，马来亚无疑是其最理想的经济腹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而对于马来亚政府而言，合并后复苏的新加坡将向中央政府上交一定的财政税收，这笔税收不仅可以弥补马来亚政府的财政赤字，也能把濒临破产边缘的马来亚拯救过来。而最为重要的是，合并后可以容许马来亚政府更有效地打击共产党在新加坡的活动。这个计划深获两地政府的欢迎，双方随即展开谈判的事宜。但在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却在一个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那就是种族人口比例平衡的问题。新加坡是一个有着100多万华人人口的社会，并入马来亚后将会打破马来亚原本就非常脆弱的种族平衡。华人的比例将从37百分比上升到42百分比，超过马来人，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民族。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掌握马来亚政权的巫统来说，这将会威胁他们在马来亚的绝对统治地位。于是，为了抵消新加坡并入马来亚后华人的人口优势，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正式提出了马来西亚计划。在马来西亚计划中，将成立一个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文莱、沙巴、沙拉越在内的政治大联盟。各地政府期望把上述地区结合成一个新兴的强大经济体，这样一方面各地就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不仅可以消除各地之间的贸易壁垒与经济竞争，也能维持马来人的人口优势。在经过2年的磋商和斗争后，新加坡政府最终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与英国划清界限，彻底摆脱了英国的殖民地身份，与马来亚、沙拉越、沙巴共同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9月16日当天，新加坡更和吉隆坡一起举办全国庆典，共同欢庆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The successful ending of the conference was celebrated by a big cultural show in which all the countries of the new nation were represented. Saya minta rakan saya Encik Lee Kuan Yew bagi sepatah doa cakapan kepada tuan-tuan. Sudah 100 lebih tahun Singapura menjadi satu pusat perniagaan dalam Asia Tenggara. Dan 1.600.000 lebih orang di Singapura adalah kebolehan, keusahaan yang boleh menolong negeri kita menjadi satu negeri yang lebih bahagia. Itulah maksud Persekutuan Malaysia, bukan sebagai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新马两地政府合作无间，双方你来我往。之前的合作计划在正式合并后也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展开。但仅仅过了1个月，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就开始和新加坡政府发生了矛盾。双方不仅对经济政策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连治国方针也出现了巨大的分歧。1963年12月21日，新马政府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公开矛盾。在马来西亚国会上，新加坡政府代表李光耀批评了马来西亚的财政预算案没有给予新加坡足够的预算，反而要新加坡承担了比其他州属更庞大的税务。在单一市场的设立上，双方也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在马来西亚计划的谈判时，新加坡就曾经建议在新马、沙拉越和沙巴之间建立一个单一市场。马来亚政府当时呢也同意在合并后逐步的去实现这个单一市场政策，条件是新加坡要给沙拉越和沙巴贷款1亿5千万令吉，东马2州必须在15年内还清这笔债务。但是在合并后，新加坡单方面遵守了承诺，反观联邦政府不仅没有实行单一市场的进展，还要求新加坡增加贷款数额，并把还款期限拉长至20年。在经济上的矛盾很快就演变成了政治上的矛盾，最主要的原因是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邦政府秉承的是马来人至上的政治原则，他们希望建立一个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而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政府希望的是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两个政治原则看似只有2个字之差，但内涵其实是天渊之别。马来亚的主体民族是马来人，摆脱殖民统治后翻身做主的马来人当然希望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当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华裔、印度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都获得大幅度的上升，其中华裔不仅成为了马来西亚的第2大族群，也成为了马来西亚经济的掌舵者。华人的人口优势加上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巨大贫富差距，使得掌握马来西亚政权的马来政客们时刻都在担忧，有一天华人会取代他们掌握这个国家。为此，马来人政党巫统其中的激进领袖开始抹黑新加坡，说新加坡的政策是导致许多马来人贫困的主要原因。华人和马来人原来的和睦也开始出现了变化，最终在1964年的7月21日，两族在新加坡的亚龙爆发冲突，造成了有23人死亡，454人受伤。1964年9月21日，新加坡又再一次爆发种族暴乱，造成了12人死亡，109人受伤。1965年5月3日，李光耀极具争议的言论为种族暴乱后已经奄奄一息的新马关系送上了致命的一击。这一句话彻底摧毁了两地和解的最后一丝希望。他声称，马来人1/3的新移民是最近100年内移来的。李光耀的这个言论并不是在单纯的谈论移民问题，而是在强调马来西亚的3个种族都不能说比其他种族更具有土族性。对于这样的言论，马来人认为这是对他们特权的一种调整，也是对马来语作为国语、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意识形态挑战。1965年7月，马来西亚暴风雨式的政治紧张气氛依然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为此，时任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为了避免再一次发生族群冲突事件，便在马来西亚国会中提出了把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的议案。经过了长达1个月的讨论和表决后，最终在1965年的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中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同一时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召开记者会，含泪宣布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从此开始，新马经过了100多年的分分合合后，最终分离为2个独立的国家，两地从此开始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至今，一个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而另外一个国家则在分裂的种族政治环境中，努力地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纵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分裂史，有人会认为马来西亚把新加坡开除出联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也有人会以新加坡的标准来衡量两地的发展进程。但大家可以想一下，马来西亚把新加坡开除出联邦，真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吗？以新加坡的标准来衡量两地的发展，这对于马来西亚来说真的公平吗？换个角度思考，虽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无论在政治、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同时也因这历史的原因，使两地人民之间的价值观有着截然不同的取向。
打从18世纪英国殖民新加坡和马来亚开始，两地之间其实就朝往不同的方向发展。新加坡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是一个自由开发的贸易城市，而马来半岛则是相对保守的马来土邦。意识形态的不同，让英国殖民者必须采取不一样的方式来对待两地人民。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从一开始就不适合合并在一起。虽然说现代新加坡发展确实比马来西亚好，但毕竟两国国情实在不一样，我们也不能断定说哪个国家现在比较优秀。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国家，只有一个最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这样的看法有什么意见？你又想生活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呢？又或者说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分裂历史，你有什么想分享的？欢迎你在留言区中与我们一起分享和讨论，我们非常期待大家的分享。非常感谢你把这一期的视频留守到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你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一段历史，也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让我们能够定期的为你推送更优质、更真实的历史故事。我是小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